沈总，沈总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沈总。沈一晨，干什么？沈一晨，你没事吧？苏总，都怪我，都怪沈总，都怪我抢了他副总的职位，他心里有气，打我也是应该的。沈一晨，让出副总职位你是同意了的，现在又这么对沐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只不过我说我没有呢。你没有，难不成说是沐风他自己打的自己？太让我失望了，赶紧给沐风道歉！苏总，你别怪沈总了，是我自己打自己，这跟沈总没关系。可惜你给我冲了那杯咖啡，还把你给我定制的气氛弄脏了。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我根本没有。一晨哥，哦，疼，云溪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送你去医院，走。为了恩情和挚爱，我心甘情愿画地为牢，将自己囚禁在这方寸之地。一晨，你得求求云溪呀！伯父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他酒驾撞人了。酒驾？这是要坐牢的。我知道这么做很自私，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的，她还那么年轻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去坐牢啊！她一辈子就毁了。伯父，对不起你。虽然当年我救你们家的水火，可是这么些年来，你把我公司打理的这样程度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可是我还不能看着女儿出事啊！一晨，就当伯父对不起你，你再帮帮云溪吧。伯父，伯父，您不必多说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记着您对我的恩情。这个牢，我去做。就是委屈你了，我老了，已经离开公司管理层了。你放心，等你出来，我会把集团30%股份转给你，还让云溪和你结婚。只是这孩子太过刁蛮任性，以后就多担待他吧。林总，一个劳改犯也值得您兴师动众，特意从南城飞过来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我最爱的人。一晨哥，清河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今天出狱，而我要结婚，但缺个新郎，有没有兴趣做我的新郎？清河，你知道我刚出狱。我不在乎，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些年，你为了还苏家的恩情，付出的已经够多，包括顶替苏云溪入狱。我并不认为苏云溪值得你付出这么多，你为了他入狱3年，可他却从来都没来看过你，值得你。他苏云溪不珍惜你，我珍惜。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，所以我不逼你立刻做决定。等你想明白了，我随时都在你身边。清河，
谢谢你。 张秘书，云溪呢？你该不会以为苏总会亲自来见这个劳改犯出狱吧？他在办公室等你，这是他给你安排的新工作，穿上吧。云溪，沈一晨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真打算把副总的位置让给他吗？沐风，虽然一晨哥当年酒驾入狱，但是我们苏氏集团能有今天，他还是功不可没的。什么功不可没？他坐牢这几年给公司造成多大负面影响，你不知道吗？害得公司差点上不了市，公司的股东们都拿这个污点来给你使绊子。就算你想维护他，公司的股东们会同意吗？云溪，要不你把他副总的职位让给我，我保证会让公司上一个台阶。这……云溪，我这几年苦心竭力的帮你，难道在你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吗？好，等一晨哥回来，我就跟他说。真的吗，云溪？谢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云溪，一晨哥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和沐风正在谈事儿呢。谈事？抱在一起谈事吗？沈总，你别误会，刚才我跟苏总谈了一个事情，一激动我们就……您别误会啊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对，你不在的这3年，公司多亏沐风，才有了今天。我和他关系好一点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别多想啊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以后就好好做人，像什么酒驾撞人这种事情啊，不要再发生了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沐风暂代你副总的位置，还有你手里那30%的股份，也先让出来吧。他暂代我的职位？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很突然，但是我们苏氏毕竟是上市公司，你坐过牢，他们都会觉得你是有污点的人，而副总一职代表着整个公司的颜面。一晨哥，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原来在你心里也是这么看我。哎呀，一晨哥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肯定能理解我这么做的良苦用心的，对不对？沈总，老董事长这几年不问世事，你又坐了3年牢，公司的股东们总是拿这个污点给他使绊子，你是真不知道苏总过得有多难呀。这3年全靠沐风不分日夜的支持我照顾我，要不然我怎么斗得过那群老狐狸？一晨哥，你就当体谅体谅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退出你的世界，退出和你有关的一切。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一晨哥你最理解我了。既然你已经同意了，那就把你的办公室也腾一下吧。你不在这几年，办公室还给你留着。但既然沐风顶替了你的职位，这办公室让给他也是应该的嘛。苏云溪，我为你入狱3年，从未想过争过1分1毫，但你却这样对我。我和沐风约了餐厅吃饭，你先收拾一下办公室，回头我亲自下厨庆祝你出狱啊。沐风，我们走吧。我送你的保洁服喜欢吗？好
好好干。奕晨，庆祝你重获新生，我订了餐厅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饭先不吃了，你和我说的切西凉的事还算是我？当然。好。我同意和你结婚。好，3天之后我去接你，咱们结婚。宋助理，通知下去，3天之后本小姐要结婚。3天后，这么快？那当然，奕晨哥这么优秀，我怎么能不快一点？啊，对了，你再去准备豪车豪宅，再去拟定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就当是我给奕晨哥准备的新婚大礼。是。苏云溪，奕晨哥这么优秀，你不好好珍惜，那就让我来好好爱他吧。该不该挽留，让你陪在身边？来时路的终点是和你遇见，唯有你将那誓言瞒过世界，痛到失去了语言。我给你准备了新的办公室，有惊喜哦！怎么样？还喜欢吗？这里的每一样物品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每一件东西都代表了我的心意。我想让你只要看到它们，就可以时刻想起我。这间办公室啊，云溪给你保留了3年，可那又如何？现在它是我的了。不光是这间办公室啊，就连苏云溪，她也是我的。沈一晨啊，沈一晨，你瞧瞧你啊，辛辛苦苦为苏氏奋斗了这么多年，还顶替了苏云溪坐牢坐了3年，可到头来呢，还不是我随随便便几句话，苏云溪她就信了我了。你是知道我是替云溪入狱的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因为那天的酒吧就是我陪她喝的。可惜了，你这伟大无私的爱，她一点不知道。相反，她觉得你是一个作奸犯科、有污点的人，我就随便说了几句，她就剥夺了你的职位，还剥夺了你30%的股份，就连你出狱后的第1顿饭都是她陪我吃的，还是浪漫的烛光晚餐。怎么，很生气呀？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沈总啊？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前科的劳改犯，只适合刷马脸。沈总，我知道这办公室之前是你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沈总，沈总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沈总！沈一晨，沈一晨，干什么？沈一晨，你没事吧？苏总，都怪我，不怪沈总，都怪我抢了他副总的职位，他心里有气，打我也是应该的。沈一晨，让出副总职位你是同意了的，现在又这么对沐风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说我没有呢？你没有，难不成说是沐风他自己打了自己？太让我失望了，赶紧给沐风道歉！苏总，
你别怪沈总了，是我自己打自己，这跟沈总没关系。可惜你给我冲的那杯咖啡，还把你给我定制的西服弄脏了。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我根本没。一成哥，哦，疼，云溪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送你去医院，走。各位，这是我设计的方案。不行，不行，不了。哎，你们好了，叶晨哥，别生气了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。苏云溪，我们的感情就像这些陈旧的礼物，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。伯父，叶晨，这几年委屈你了，以后公司有你盯着，我也能安心了。伯父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解除我和云溪的婚约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解除婚约？我不同意！就因为我让你给沐风道歉，你就要跟我解除婚约？是啊，一晨，你们还有3天就结婚了，这时候突然解除婚约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呀？伯父，这件事经过我深思熟虑，目前公司也走上了正轨，云溪也不需要我了。沈一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入狱3年，害得公司差点上不了市。我只不过让沐风暂代你副总的职位，让你暂时让出股份，好给那些股东一个交代。你有必要闹这一出吗？什么？你竟然撤了叶晨副总的职位，还要拿走他的股份？苏云溪，你知道你在图什么吗？哎呀，爸，这些年你身体一直不好，对公司的情况又不太了解，那些股东对一晨坐过牢这件事情心有芥蒂，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怎么能说服他们呀？再说了，沐风这些年为了公司尽职尽责的，鞠躬尽瘁，我提拔他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？混账！要不是因为你，一晨他至于去坐牢吗？伯父，你先别激动。伯父，我出去叫医生看看，你有什么话跟伯父好好说。爸，你刚才说叶晨哥是为了我去坐牢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云溪自尊心那么强，韧性还不成熟。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他，当初一晨是为了替他坐牢，恐怕他难以承受。算了，还是等3天后婚礼结束再说吧。没什么，一会儿你给一晨好好道歉，求他原谅。这些年，要不是一晨替你担着，就你这性子，早晚要惹出大事来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他确实教了我很多东西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是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的。而且有沐风帮我，我一定会让公司更上一层楼。沐风，你眼里只有沐风，我挺靠你，你好好对待一晨吧，他才是真心爱你的呀。当然知道他是爱我的，但是爸，他坐过牢有污点，我这么做
也是为了他好呀。再说了，这3年他都没有接触业务，我不过是让他沉下心来熟悉熟悉公司的业务，不然他连沐风都比不上，怎么当我的老公啊？苏云溪，原来我在你心里早已经这么不堪。一晨哥，你帮我看看这个企划案该怎么改啊？我爸他都骂我2回了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应该这样，再这样。终于解决了！一晨哥，我就知道一晨哥哥是全天下最棒的人了。好了，不要再给我提那个沐风！一晨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你以后别再伤一晨的心了，小心以后再也无法挽回。爸，一晨哥他有多爱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会伤心不理我呢？只要我跟他撒撒娇，他就会无条件的原谅我的。你少玩那手机，你生病刚好，你高了汤，尝尝。哎呀，我正和我朋友聊天呢，你别来烦我。一晨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好，我原谅你，不过你以后不许这个样子。我就知道一晨哥对我最好了。不过以后要是一不小心我再犯错的话，你能不能也原谅我呀？好，我都原谅你。曾经我以为只要我处处包容，终会在你心里留下印记，但是我忘了，不爱的人，就算做的再多，也只是徒劳。苏云溪，这一次不会再有原谅了。陈总，出事了，公司机密被泄露了，现在公司全乱套了。我已经不在公司了，你们一晨哥，公司出了点事儿，你赶紧跟我去一趟。走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走！罢了，就当最后再帮他一次。和东德的合作是今年的重中之重，现在机密被泄露了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苏总，我们大家都是公司的元老，肯定是不可能泄露的，除非呀，是他，肯定是他泄露出去。不可能，他刚出狱，现在还没有开始接触业务呢，不可能是他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我们大家都是整个利益的捆绑者，只有他一个外人。你胡说什么？沈总3年没回公司，他怎么泄密？他是3年不在公司啊，但是以往跟东德的合作都是他跟进的，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合作的细则。再说动机，那就更简单了。苏总刚取消掉他副总的职位，公司就出了这档子事儿。除了他还有谁？他就是蓄意报复。我早就说，这个有前科的劳改犯不能进公司了。你非要说他有能力、有才华，现在好了，公司最核心的机密泄露了。苏云溪，今天这件事儿，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就趁早从这个位置上滚下来。苏总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肯定是沈一晨干的。照我说，直接报警把他抓起来。不行，不能报警。一晨哥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他是一个坐过牢有前科的人。照我说，如果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，那我就直接报警，将他抓进去。沈一晨，看我不玩死！一晨哥，要不你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？苏云溪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沈总可是你的未婚夫，连你也不信任他？我当然相信他。一晨哥，我知道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，
但是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都认为是你干的。你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很难做。难做？苏云溪，你的信任太廉价了。我沈一晨光明磊落，清清白白，我没做过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证明？我看你是做贼心虚，不敢证明了。既然证明不了，那就没什么说的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干什么？放开任东！放开呀！保安，好好搜搜他的身，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，让他继续蹲地狱。混账东西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一晨呢？爸，我也不想的呀。可是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嘛。况且最有嫌疑的就是他了。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也是为了公司稳定啊！混账！一晨怎么会做出卖公司的事？你马上给他道歉！爸，这不是还没查明白吗？看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好好给我看清楚！出卖公司机密的人是一晨吗？太好了，一晨哥，我就知道不是你泄露公司的机密。一晨哥，对不起嘛，你也看到了，那些股东一个个像要把我吃了一样，我当时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苏总不必向我道歉，他们说的没错。我坐过牢，有前科，你怀疑我，很正常。一晨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哎呀，爸，你帮我解释解释呀！一晨哥他要误会我了。一晨，这件事情的确是云溪做的不对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原谅他一次，行不行啊？我年纪大了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和云溪结婚生子啊。云溪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你也应该成长起来了，以后做事不能再这么武断了。你要相信一晨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爸。一晨哥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嘛？苏云溪，你真的爱过我？一晨哥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当然爱你了，咱们的婚礼我都准备好了，我还特意选择了香槟色主题。不必了，我跟你不会有婚礼。什么叫不会有婚礼了？一晨哥，你还在生气对不对？我那也是为了你好呀，我让你自证清白，就是不想让你落人口实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为我好，你为我好的太沉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一晨哥，你不会爱上别人了吧？是，我要和别人结。苏总，东东那边来人了，要找您谈判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一晨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回头再说吧，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别忘了明天的婚礼。苏云溪，我和你之间不会再有婚礼，更不会有以后了。庆和，你明天可以早一点来接我吗？沈先生，林小姐让我来接您回家，麻烦了。沐风，一晨哥他到了吗？电话打了几遍了，都没人接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怎么会不接电话呢？云溪，要我说，婚礼取消算了，结婚都能迟到，他这是完全没有把你放眼里啊！不会的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
我给他打电话。一定是一晨哥来了。陈鹏，你怎么来了？一晨哥呢？你有没有看到他？沈总不会来了。什么叫不会来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次次的伤害他，该不会还在幻想沈总会和你结婚吧？我伤害他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了。你疯了！疯的人是你，苏云熙。当年你酒驾撞人，是沈总替你顶罪坐牢的，可你是怎么对他的？就因为沐风的谗言，你偏听偏信，苏云熙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你说什么啊？他替我顶罪，自己好好看看吧。哎，云溪，不行，你喝太多酒了，还是别开车了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听话。没事，你就放心吧，是点酒呢。我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？哎，周叔，我把车停马路边上了，你过来接我一下。行，那你快点啊，我等你。在想。原来当年酒驾撞人的是我，叶成哥是替我顶罪坐牢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都做了什么？我都对一成哥做了什么？一成哥，一成哥，一成哥！云溪，云溪！苏云溪，从此山高水长，你我情断于此。云溪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去找一晨哥，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。云溪，结婚他都不来，你还要他干什么？这种人根本不配得到你财。再说那些照片，说不准啊，是沈逸晨为了让你愧疚而耍的手段呀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伤害了一晨哥，是我撞了人，一晨哥是替我顶罪的。云溪，云溪，怎么会这样？一晨哥。依晨，你终于来了。欢迎沈先生。谢谢你，清河。我先不说这些，这些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沈先生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沈先生，你愿意娶我为妻吗？清河，你已经向我走了99步，这最后一步，让我来。成哥，一成哥！沈一晨他人呢？他辞职了，我是新来的。辞职了？什么时候辞职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沈先生说不要了，让我当垃圾处理了。你胡说！他不会这么说的。我没胡说，沈先生就是这么吩咐。沈沈哥，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不认真，真的不要我了。不能扔，不会的，不会扔掉的。今天我爱一整个，一整个我都舍得你啊！叶成哥，开门啊！叶成哥，成哥。姑娘，你找沈先生？是啊，他啊，沈先生啊走了，他说不再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阿姨，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啊，要结婚了，搬去和他未婚妻一起住了。前阶段筹备婚房来着，忙着装修的事儿。结婚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他还跟我说要选有落地窗的大房子呢。云溪，你梦想当中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？我想要在海边，有落地窗，可以看到海面日出的样子。啊，我还要在花园里种好多好多花，还有，我想养一条小狗，再养一只小猫，到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花园里种好多好多的花。即便我那样对他，一晨哥还在想着给我准备惊喜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对他太苛刻了，我现在就要好好补偿他。张秘书，马上通知人事部恢复沈一晨职位，让他回来当副总。他没有出席婚礼，一定是对我这段时间的行为太失望了，故意惩罚我。没关系，只要我恢复了他的职位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奕晨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凌氏集团的新任总裁，全权负责公司的战略决策。我打开看看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，我把我名下的所有股份都转给你。清河，我来这不是要你股份的，这个我不能要。那若是我偏要给呢？苏总大发慈悲，让你回公司上班，恢复你副总职位。你赶紧回来，苏总感恩戴德吧。麻烦你转告苏云溪，我不会回去了。一个劳改犯竟然敢对苏总甩脸子，什么玩意儿？谁的电话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正事谈完了，我们该谈谈我们的婚事啦。这么急吗？是啊，我迫不及待想把你变成我的合法丈夫。你都不知道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。我要把婚礼办成南城最盛大的一场，邀请各界名流，向所有人宣布，你就是我林清河的丈夫。你不怕我这个劳改犯的身份给你丢脸啊？什么劳改犯？不许这样说自己。当年苏云溪顽劣，酒后驾车撞了人，你是为了他顶罪，所以才入的狱，你根本就没有犯罪。这些你都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之所以顶替他入狱，是因为苏云溪的爸爸在你家破产的时候拉了你家一把，所以你为了还这个恩情才替他入的狱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该还的恩情也都还完了，从今以后你就好好做自己。
做我的丈夫，好不好？既然你回来了，那以后就好好做人，像什么酒驾撞人这种事情啊，不要再发生了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沐风暂代你副总的位置，还有你手里那30%的股份，也先让出来吧。难不成说是沐风他自己打了自己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赶紧跟沐风道歉！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我根本没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的沈夫人。苏总，张秘书，奕晨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上班？苏总，沈一晨他拒绝了。拒绝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通知他恢复他副总的职位了吗？我昨天就给他打电话了，但是他不识好歹，直接就给拒绝了。他一个劳改犯，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脸。意思是，他昨天就拒绝你了，你到现在才来告诉我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现在立刻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里。如果找不到他，你就赶紧给我滚蛋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叫他劳改犯，要是再让我听到这个词儿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……苏总，这电话打不通啊！出去！一晨哥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之前都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一晨哥竟然把我拉黑了！陈鹏，沈一晨他人呢？您这个未婚妻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要辞职？当然是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赶紧告诉我！苏总不知道吗？沈总早就已经离开这座城市。他离开这座城市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去结婚喽，和别的女人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才是他的未婚妻，他和谁结婚啊？原来苏总知道自己是他的未婚妻啊，我还以为您是沐风的未婚妻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和沐风只是工作关系。那还真够稀奇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人能这么不相信自己的未婚夫。我好像记得沐风说什么您都相信，沈总只要解释半句，您都觉得是在狡辩。您觉得您配做沈总的未婚妻吗？一晨哥，要不你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？这可能其中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沈总，一次都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怪不得沈总会选择别人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上天入地也要把沈一晨给我找到，立刻马上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个新总裁坐过牢，你说这林总怎么想的？让一个劳改犯去管公司啊？是啊，谁知道呢？你们给我站住！林总，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不敢说，那我替你们说。你们在侮辱我的丈夫，林氏集团的总裁，人事主管呢？
立刻开除这2个人，永不录用。别呀，林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林总，我们以后再不多对了。是啊，林总，我们只是随口一说。随口一说。从今天起，谁敢对沈总不敬，对我的丈夫不敬，不管是谁，直接开除。林氏可容不下这等没有教养的东西。沈逸晨是我林清河的丈夫，他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由我来守护。谁再敢嚼舌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苏总怎么还留着这个老白饭？看着就晦气。可怜他，给口饭吃呗。真是呼吸同一片空气都觉得脏，好歹咱们也是上市公司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听到那些话。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在我这里，你不用习惯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最好的。那些过去的污点，根本就不是你。清河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苏总，所有沈逸晨可能去的地方，我们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。怎么会这样？沈逸晨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出来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可你千万不要躲着我。不过，我们发现陈主管订了一张去南城的机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逸晨有可能在南城？你马上给我订去南城的机票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苏总，您一会儿有会要开的，快去。好。麻烦看到这个人联系一下我啊，谢谢啊。苏总，您就跟我回去吧，公司还有一堆事儿要处理，你都待了1个多星期了。这茫茫人海，你去哪找沈逸晨啊？我不回去，我一定要找到逸晨哥，我找不到他，我就不会回去的。逸晨哥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苏总，你就休息一下吧，你再这么久找下去，你身体会累垮的。说不定啊，这是沈逸晨玩的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他一个劳改犯，住口！我不想再听到你叫他劳改犯。沈逸晨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好，请问2位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再看看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这个人你们有没有见过啊？看一下，谢谢啊。逸晨哥，陈哥，别谢，你看错了，那一定不是沈逸晨。不可能，刚刚那辆车上坐着的就是逸晨哥，就是刚才开过去的那辆。那辆车200多万，沈逸晨刚刚出狱，根本没有钱去买豪车。你一定是冤枉。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？逸晨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好想你啊！云溪，云溪，逸晨哥，云溪，你醒了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们在医院，你啊中暑晕倒了。有没有逸晨哥的消息了？南城这么大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何况他要存心躲着你的话，更如同大海捞针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怎么会突然不舒服？可能是以前陪客户喝酒，
落下的胃病。回头我找最好的中医给你调理，一定把你的身体都调养好。好。奕晨，你笑了。莫风，你有没有听到外面有人喊奕晨哥的名字？哪有啊，听错了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云溪，你生病了，云溪。你放开！奕晨哥，奕晨哥，奕晨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奕晨哥，我们不是说好要结婚的吗？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回来好不好？苏总，你还在生病，不能乱跑，快跟我回病房。你找到沈一晨了吗？没有。我当初怎么告诫你的？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现在怎么也找不到奕晨哥，爸，我该怎么办？奕晨，我们的婚礼就定在下周，给苏董事长准备的请帖我已经备好了。要不然还是算了，我怕苏云溪。没关系的，苏董事长对你有恩，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还怕输给苏云溪吗？那好，我亲自通知苏伯父他们来参加婚礼。好，走。奕晨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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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奕晨哥！云溪，你身体还很虚弱，别乱跑了。明明在楼上，我看到的就是奕晨哥，你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云溪，你看错了。哎，那好像是苏云溪，要不要停下车和他打个招呼？不用了，我和他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。沈一晨啊，沈一晨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不会的，我怎么会看错呢？我看到的就是奕晨哥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奕晨哥，你可接电话？奕晨哥，接电话！云溪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刚刚看到的就是奕晨哥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奕晨哥，苏云溪，你立刻给我回来，不要再找沈一晨了。爸，我刚刚看到奕晨哥了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我找不到他，我绝不会去。真是作孽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你立刻给我回来，否则我就不认这个女儿了。爸！爸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？林氏继承人大婚，你去参加？你就为了这个，你火急火燎的把我叫回来？我没时间，我要去找奕晨哥。站住！你别以为我把集团交到你手上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爸，奕晨哥他失踪了，我怎么还有心思去参加什么林氏的婚礼啊？没心思？失踪？苏云溪呀，苏云溪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沈一晨那是失踪了，他那是被你逼走的。他为我们苏氏集团费心劳力这么些年，你非但没有珍惜他，你是怎么对他的？
你不但称他副总裁的职位，还拿去公司做保洁。苏云溪，你是猪脑子吗？我也没想到他真的会离开。你没想到想多了。现在人没了，你倒着急了。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再给我贴那个不风。一晨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你以后别再伤一晨的心了，小心以后再也无法挽回。一晨哥他有多爱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会伤心不理我呢？只要我跟他撒撒娇，他就会无条件的原谅我的。我只是还没有找到一晨哥，等我找到他，只要我跟他好好道歉，他就会原谅我的。毕竟一晨哥他这么爱我，他还为我顶罪入狱。什么？你知道他为你顶罪的事了？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，要不然也不能平白生出这么多误会。可惜呀，就算现在你找到他，他也不会原谅你了。为什么？不会的，一晨哥他最爱我了，只要我好好跟他道歉，他会原谅我的。你还是这么刁蛮任性，自以为是。算了，不说沈一晨了，人家的婚礼你必须去，这是一次商业机会，也是你作为苏氏继承人该担负的责任。我不去，我还要去找一晨哥。放肆！你如果不去，我立刻动用你所有资金，将你从执行董事长的位置赶起来。啊！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用恩情捆绑住的乘龙快婿都被你亲手给毁了。云溪呀，你快爸爸狠心，我要你永远记住这个教训。有些人一旦失去，不是你道歉就能挽回的呀。一晨哥，你究竟在哪儿？我好想你。清河，你怎么了？一晨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我有些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有我在。我知道有你在，可是我就是会紧张，会焦虑。清河，你不用紧张，也不用焦虑，等着嫁给我就好。爸妈，一路辛苦了。说什么辛苦？能看见你结婚啊，我们开心还来不及呢。是啊，你妈盼这一天呢，都盼了20多年了。当初家主破产，你为了报答苏家的恩情，为他家做了那么多，结果却……大好的日子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清河，我们家一晨不容易，以后你们结了婚，可要互相帮扶，把日子过好啊！阿姨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一晨的。爸妈，咱们先回家。好。苏总，你快看，那好像是沈一晨。一晨哥哥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一晨哥哥不可能跟别的女人这么亲密的。张秘书，眼花了吧？那几个分明是一家人，非富即贵。沈一晨他一无所有，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你肯定是看错了。是，这距离太远了，我可能是没看清，不好意思啊，苏总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去参加林氏的婚礼，走。这林家的婚礼场面也太大了。林家是南城首富，出手当然好使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林家的乘龙快婿，也太让人羡慕了。这和一步登天有什么分别啊？我听说是商业联姻。
据小道消息，这个男的毫无背景，林大小姐对他一见钟情，又是送了房，又是送了车，还送了公司的股份，委以重用。哎，可谓是宠爱有加呀。那我真要好好见识见识这个新郎官长什么样，能把林小姐迷成这样。这都不算什么，最奇葩的是，网上有人说这个男的以前是坐过牢的，不过帖子很快就被删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坐过牢？这林小姐不会眼瞎了吧？竟然能看上一个劳改犯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以后就好好做人，像什么酒驾撞人这种事情啊，不要再发生了。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很突然，但是我们苏氏集团毕竟是上市公司，你坐过牢，他们都会觉得你是有污点的人。够了，别动不动把劳改犯挂在嘴边，坐过牢也不代表他就有罪。我出去透透气。依晨，我手包好像忘记拿了。好，我去拿。叶成哥，叶成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要逃婚啊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疯了也要找你啊！叶成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看到我你不开心吗？叶成哥，我好想你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你回去我就让你当副总，我把那30%的股份也让给你。苏小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对副总职位不感兴趣，对股份也不感兴趣，更何况那30%的股份，我早就签了变更协议。你签了股份变更协议？没错，我早就签了，不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，不过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转回给你。我不需要了，我们之间恩情已了，情缘已断，请你自重。医生哥，你不爱我了吗？爱，苏云熙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我早就不爱你。你怎么可能不爱我呢？你是不是气我之前让你当保洁呢？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做了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说了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请你让开。医生哥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？是不是要我跪下？可以，我可以跪的。我都知道了，当年我酒驾撞了人，是你替我去坐牢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医生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机会？你早就没有机会。医生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好不好？你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请你让开。我不让。我不让你跟我回去，不可能！医生哥，你别这么对我，我求你了。苏云熙，你到底有多大脸，还拦在沈总面前？当初他替你坐牢，你是怎么对他？够了，陈鹏，别说了。沈总，你让我说完，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初有多过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没必要再提。医生哥，我都知道了。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我发誓。如果今天你是来喝喜酒，那我欢迎；如果是来求我原谅的，请你离开。喜酒？你要结婚了？没错。不可以，我不同意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可以和别的女人结婚呢？医生哥，你要生气到什么时候啊？我都已经给你跪下道歉了，而且我承诺你的事情，我马上就做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谎话来骗我呢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我和你说过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骗你，你忘了吗？
沈一晨，你会不会骗我，对我说谎？不会，我沈一晨发誓，此生此世绝对不会骗苏云熙一个字。所以，你说的结婚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就因为出于那点小事，你就要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跟别的女人结婚啊？苏云熙，你相信过我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！我怎么不能相信你？一晨哥，要不你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？一晨哥，我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，苏云熙，请你离开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你是爱我的。可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听懂了吗？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？我都已经答应你了，让你回去当副总，我也说了把股份转让给你，以后全心全意的对你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我希望你离我远一点。医生哥，我们还没说完呢，你不能走。苏小姐，当初是你自己不珍惜的，现在演出这副深情的模样给谁看？我没有演，我是真的是想挽回他的，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即便你没有演，但是也晚了，沈总已经不爱你了，好自为之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？成哥，成哥，我相信你会回来找我的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碰到了一些不该碰到的人，就耽搁了一会儿。一点小事，不用在意。婚礼马上就开始了，叔叔伯伯们都已经到了，我们先过去打声招呼吧。好。这林氏还真是有实力啊！你看吧，今天到场的人，不是社会名流，就是顶级大佬。毕竟身份摆在那儿呢，南城首富可不是吹的。据说啊，林家有今天这个地位，全靠那个林氏大小姐。她接手林氏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就将林氏从一个二流家族一跃成为顶级豪门。好想跟林大小姐结识一下呀！哎，穆总，你快看，那个是不是沈一晨啊？还真是的，怎么到哪都能看见他呀？走啊！沈一晨，你知道今天这里是什么场合吗？林氏大小姐的婚礼啊！你一个劳改犯也配出现在这里啊？我出现在哪儿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就是知道苏总会来，特地求他原谅的吗？我不是来找苏云熙的。谁信啊？你一个有案底的劳改犯，谁会要你啊？还学人家逃婚，我怕是你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吧？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我说错了吗？软饭男。沐风，云溪，沐风，一晨哥，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云溪，都怪我，我好心劝他回来，让他回来找你，可他非要当一个被人包养的小白脸，也不愿意回来找你。沐风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这么下三滥？够了，一晨哥，你刚才在走廊对我羞辱还不够吗？现在又拿沐风撒气。一晨打他，那是因为他活该。你是谁？怎么，不明显吗？你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不原谅我的，是不是？她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双倍，你开个价吧。我开的价，你给不起。
还没有我给不起的价，100万，还是200万？这里是500万，你拿上它，从我的奕晨哥身边消失。我说了，我要的价你给不起。本事不大，口气倒不小啊！他就是想趁机敲诈你一笔。各位看看啊，这位小姐连500万都不放到眼里，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富家大小姐了呀？这人500万都不要么是蠢，要么就是贪得无厌。我看呢，就是故意拿墙，想钓更大的鱼。哎，天哪！林氏的婚礼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？我劝你现在见好就收，不然等会儿连500万你都捞不着。你根本就配不上奕晨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配不上奕晨哥，难道你配得上？至少我不会把他当成筹码，在这里讨价还价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奕晨哥好。再说了，我跟奕晨哥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是你3言2语就可以挑拨离间的。苏云溪，你少在这里自作多情，我和你之间根毫无感情可言。你说什么？奕晨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之间怎么就没有感情了呢？看来之前的事你都忘了，要不我提醒提醒你。苏总，听说你们公司这2位青年才俊的酒量都不错，今晚得好好陪我喝几杯。合同的事儿嘛，自然好说。应该的，只是沐风他最近胃不舒服，医生叮嘱他不要喝酒。那沈先生呢？奕晨酒量好，他可以陪您喝尽兴。来，喝一杯。奕晨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端杯敬王太太一杯啊！王太太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？你喝不了酒，你就装醉啊！装醉？奕晨可是我们公司的千杯不醉啊，他绝对能把你们陪高兴了。那个时候，沐风他身体不太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沐风身体，苏云溪，到底谁才是你的未婚夫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情？你知不知道，奕晨因为你得了很严重的胃病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感情，那不要也罢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奕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但是我那时候不是送你去医院了吗？你确定是你送我去的医院？啊！云溪，我肚子好疼，好像是阑尾炎犯了。什么？沐风，你坚持住啊！我送你去医院。医生，你过来看看，他好像急性阑尾炎了，给他检查一下。这边。疼！这不像是阑尾炎啊，最多就是肠胃炎。不应该啊，医生，你再帮他好好检查检查。他看着好像也挺难受的，什么症状啊？他没事儿，他就是喝多了。你再帮他好好看看吧，他看起来更难受。哎，这都喝出胃出血了，还说没事呢？想起来了吗？奕晨哥，
当时是我疏忽了，我忽略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一成哥，你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情你就跟我计较吧？再说了，你住院那段时间，我还去医院照顾你了呢。照顾？你的照顾不稀罕。沐风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。哎，好。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来，是糯米鸡。一晨哥，对不起啊，你要吃的海鲜粥不顺路，如果去买海鲜粥的话，这糯米鸡就凉了。我在楼下买了点粥，一样的，你趁热吃一口。不就是一顿饭吗？况且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就不要跟我计较了嘛。哎呀，沈哥，你也太鸡毛蒜皮了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都翻出来说。一晨哥，这些小事儿我以后都会注意的。如果你当时就可以跟我说的话，我一定会记在心上的。放在心上？苏云溪啊，苏云溪，你要是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，我们何至于此？你的眼里只有沐风，在这装什么深情？我是在乎你的呀，我把你的话都记在心上的。我记在心上。那我问你，当我发现沐风负责的项目有问题时，你是怎么回复我的？我不记得你说的是哪件事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记在心上。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云溪，我发现沐风负责的项目财务数据有问题，可能涉及违规操纵，必须立刻叫停。一晨哥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沐风他做事一向很谨慎的。我已经仔细核对了3遍，账目确实对不上。如果继续推进的话，公司可能面临风险。一晨哥，你在监狱待了3年，很多业务你都不熟悉了，况且你的职责也不在这儿。这个时候，你不应该在清扫整个楼层的卫生吗？云溪，就算我业务生疏了，可基本素养还是有的，我可以很确信。一晨哥，你该不会是因为沐风顶替了你副总的职位，故意找茬吧？我没有，我只……好了，一晨哥，你先出去干活吧，我要工作。想起来了，这就是你说的放在心上。你只是更愿意相信奕晨是出于妒忌，而不是真心为公司考虑。但是那个事情到最后不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苏总，穆总上次负责的项目被审计查了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向我保证项目不会有问题的吗？一定是沈一晨故意举报，就是为了向你证明他是对的。为什么审计早不查晚不查，偏偏这个时候？真的是这样吗？这千真万确，要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一晨哥，你有什么怨言，你冲我来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拿公司当法子？那可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。这就是你信誓旦旦说的相信。苏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受这个蠢货所迷惑。要不是他一意孤行，你的苏氏怎么可能会被查？苏云溪，你口口声声说爱奕晨，可是只要沐风在旁边挑唆进去，你就会直接站在奕晨的对立面，完全不相信他。不是的，是因为当时奕晨哥刚出狱，业务他不太熟悉，我不是不相信他，你就是不信任沈总。如果你当初听了他的话，也不至于今天这种结果。这一切只是太巧合了。只是因为巧合，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奕晨的阴谋？我曾经是很相信他的，我还把公司整个团队都交到他手上呢。苏云溪，你是因为相信我才交给我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就是把沐风惹的烂摊子交给了我。不是的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团队确实很需要你。苏云溪，你别再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敷衍我，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苏总，我们整个研发部门都辞职不干。对，不干了。不干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穆副总在我们研发部门乱指挥，他为了赶进度砍掉了所有的测试环节，现在整个系统全是 bug， 这工作根本没法干。苏总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他们做不出东西乱甩锅。穆副总，你连最基础的代码都看不懂，你凭什么说我们乱甩锅呢？我们就是不干，我要辞职。对，我们不干了，这活谁爱干谁干，不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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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都冷静一下。一晨哥，整个研发团队都是你带出来的，你劝一劝他们好不好？好，陈鹏，别冲动，有问题就解决嘛。沈总，如果是您回来带领我们团队，我们就接着干；如果是沐风的话，我们就不干。沈哥，该不会是你和他们串通好了吧？说什么你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吗？不会说话就闭上你那张嘴。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。一晨哥，你暂时先代管一段时间技术部吧。这就是你串通好的，前脚沈一晨离开公司，后脚陈鹏就走了。我怕跟着蠢货，自己也会别扭。我要从苏氏集团离职。沈总和陈主管走后，在沐风手下简直无法工作。就是，我也要离，跟着沐风干了，这职业生涯早晚完蛋。加上我一个，穆副总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自己写代码。这他妈就是你撺掇的！这是什么场合啊？他们怎么会来这儿？你带着所有的技术部逼宫，你还有脸站在这儿？他们来，自然是我邀请。至于我为什么站在这里，关你屁事！你好了，沐风，住口！一晨哥，我求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把整个技术部都交到你的手上，让你当领导。一晨哥他是不会跟你回去，这是我和一晨哥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离开他？500万不够，1000万够不够？天哪，苏小姐真是阔绰，一出手就是1000万。要是我早就拿钱走了，现在还不松口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准儿啊，他是想要的更多。 1000万可不少，你恐怕是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我劝你呢，趁早拿钱走人。奕晨在你眼里就只值1000万，这跟叶晨哥有什么关系？奕晨他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，在我眼里他是无价的。1000万是不少，但我不需要。哼，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说的这么清高，不过就是想抬高自己而已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拿钱滚蛋！苏小姐，你也不看看这脚下是谁的地界？长这么大，我还没听见过谁让我滚。好啊，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苏云熙，你干什么？这一巴掌值10个亿。什么？10个亿？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像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女人，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啊？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10个亿？我觉得你连10万块都拿不出来。真是狮子大开口呀！你贪婪也要有个限度吧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在大放厥词。全行业通告，所有和苏氏合作的企业，林氏将永不合作。装腔作势，演的倒是有模有样的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全行业通告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以为你是商界大佬还是林家大小姐啊？有些人啊，为了面子应酬，这牛皮都吹到天上去了。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急什么？1分钟，1分钟之后，我们见分晓。1分钟，你就是
王总，什么？你要跟我们解除合作？为什么呀？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？喂，王总，李总，什么？下个季度订单你要取消？喂，哎，张总，怎么回事啊？咱不是谈好了吗？为什么又不跟我们续约了？不，我们可以再让3个点。对，哎，你究竟是谁？怎么，现在不说我装腔作势了？这些合作商为什么都听你的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！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只会靠耍手段上位？记得多动动你那进了水的脑子。不会的，怎么会？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？你究竟是谁？现场的各位贵宾，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今天的新娘林氏集团的继承人林清河登场。先上去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她是林氏集团的千金。完了，我们刚刚对林氏千金，怪不得那些合作商要纷纷解约呢。一成哥，你怎么让这个林清河陪你在这儿演戏的呀？这就是在演戏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演戏。林清河就是我的妻子，也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林氏千金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劳改犯啊？我不配，难道你配吗？一个只会使手段的小人。不发，一成哥，你怎么又打人呢？有些人嘴贱，欠打，让着。陈一晨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，还想挨揍？保安，保安，这边有个有前科的劳改犯，快给我抓住他！保安，住口！陈哥，你给沐风道个歉，我就让他不追究这个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追究？怎么，还想让我替你坐牢啊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给他道个歉，我是为了你好。道歉？没门！哎呦，某些人攀上了高枝，嚣张起来了呢。林大小姐，今天是你的婚礼，你就让一个劳改犯在这闹事吗？劳改犯？没错，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出现在这里。他，闭嘴！他是我丈夫。丈夫？你要嫁给的人是沈一晨。一晨哥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不同意你们结婚。保安呢？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给我拖下去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一晨哥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要当众这么对我吗？苏云溪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。沈一晨，我等着，等我出去了，我就去警局，我报警抓你，让你继续蹲几年。放开！报警？好啊，最好把奕晨当年坐牢的真相也抖出，到时候看看倒霉的人到底是谁。不能报案！怎么，害怕？苏云溪，你口口声声说爱奕晨，其实你爱的人就只有你自己。我是爱奕晨哥的，我爱他。云溪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沈奕晨只是攀上了林家高枝抛弃你的借口。你是富家千金，你没有作奸犯科，他们就是胡说八道，不要听他们的。云溪，对，不是我做的，那都不是我做的。
带出去。医生哥，你忘了我父亲对你们家的恩情了吗？医生哥，我不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劝劝医生哥好不好？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到大的，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只爱他。你心里只有他，在他出狱以后，你帮他打下人使唤。我只是想让他从头开始。你以为我儿子进过监狱，人品就有问题是吧？我那个时候是我考虑不周。你只是考虑不周吗？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他，就不会在他进监狱以后跟那个男人搞在一起。不是的，这是个误会。我跟沐风只有工作关系，没有男女感情。那我儿子被冤枉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维护的反而是他？当时可能是有什么误会，我现在肯定听医生哥解释，他只要跟我说什么，我都愿意相信他的。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，你和奕晨没可能的。晚了，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，你们就要抹去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。奕晨这么多年在你们舒氏当牛做马，把你们舒氏从二流企业变成了业界翘楚，难道他为你做的还不好吗？难道为你做的还不够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全是奕晨的功劳？我们苏氏的员工都没有付出吗？苏小姐，你说这些话不会觉得亏心吗？你苏氏业绩平平的时候，是谁熬了3个月去改方案？是谁陪甲方喝酒喝到胃出血？是谁顶着暴雨去外省拉投资？是你吗？还是沐风啊？没错，沈总为公司可谓是拼了性命，为了拿下项目，在人家公司门口蹲了3天3夜呀。沈总即使生病了，在医院打完点滴之后，也是第一时间赶回公司，从来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？躲在他的羽翼之下逛街购物，做你的千金大小姐。沈总，要不先休息一下？不行，这个项目下个月就要招标了，必须再完善一下。可是您这身体……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忍一忍。奕晨哥，给你看我新买的衣服，好看吗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再给你看看这件，这件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当时奕晨哥都是我不好，我当时没有看到你付出，但是你看到当年你们家濒临破产，我父亲救过你们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这件事情的确我得感谢你家，但这个恩情奕晨已经还完了，难道你忘了他替你坐3年牢吗？你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提出来，是想让我愧疚死吗？因为你们家当年那点恩情，奕晨他赔上了整个青春，愧疚你也配？我们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，只是为了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奕晨他不欠你们苏家1分1毫。不是这样的，奕晨哥，如果我当时知道，我肯定不会做那些伤害你的事情。奕晨哥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机会，帮我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的时候，张秘书把保洁服撇到我身上，我就给过你机会。你该不会以为苏总会亲自来见这个劳改犯出狱吧？他在办公室等你，这是他给你安排的新工作，穿上吧。正是因为给了你这个机会，才让我穿上了那身保洁服。那个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抱歉，对不起。当沐风污蔑我朝他身上撇咖啡的时候，我也给过你机会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沈奕晨，让出副总职位你是同意了的，现在又这么对沐风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说我没有呢？你没有，难不成说
是沐风他自己打了自己，太让我失望了，赶紧给沐风道歉！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我根本没。所以说，那个咖啡不是你自己泼的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你应该去问沐风啊。奕晨是不可能做出这么拙劣的事情。难道又是我错了？奕晨哥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公司机密泄露的时候，你给过我机会吗？奕晨哥，我知道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都认为是你干的。你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很难做。苏云溪，我们缘分已尽，别再纠缠我。把他们给我拉走！不要，奕晨哥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奕晨哥，我错了，奕晨哥。奕晨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奕晨哥，云溪，你别这样，沈一晨他根本不值得。你放开我！奕晨哥他替我坐了3年牢，我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对他。你真的相信他是心甘情愿替你顶罪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以沈家的背景，当年如果他不想坐牢，完全可以摆平这件事。可他为什么偏偏替你顶罪呢？他自然是因为他爱我，欠沈家的恩情。云溪，你别傻了，他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他和苏家的关系更牢靠。你忘了30%股份的事了吗？如果没有这30%的股份，他愿意替你顶罪吗？如果真的为了这一切，那他不更应该回到我的身边吗？云溪，你想想，他现在攀附上了林家的狗质，有了更大的利益，当然要舍弃你啊。苏总，穆总说的对，沈一晨他就是在利用你，他脚踏2只船，最后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。云溪，你醒醒吧，沈一晨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他的眼中只有利益。如果他真的爱你，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轻易的舍弃你？你说的对，他如果真的爱我的话，怎么会看都不想看我一眼？像沈一晨这种眼中只有利益的，根本不值得你去爱。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奕晨哥不会再原谅我了。云溪，我们走吧，公司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解决呢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等奕晨哥出来。苏总，我们走吧，今天不是说话的好时节。走吧。奕晨哥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沈总竟然娶了林氏的继承人，南城的首富。难怪呢，抛弃了沈总，原来是攀上更高的枝儿了。怎么能说是抛弃啊？沈总和穆总每天出双入对，是我也会选择实力更强的林氏集团，总比在公司看着自己未婚妻毁别人恩爱强。原来不止一晨哥误会了，就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苏总，您快去看看吧，现在整个公司的系统全是乱码，已经崩溃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怎么都没来上班？苏总，您忘记了，整个技术部门都已经跳槽了，而且他们走之前还把所有的核心技术全部都删了。沈总带走的那批人是掌握核心算法的骨干。那就去招啊！
你愣着干什么？让我亲自去吗？是。我现在怀疑沈一晨这么果断的离开公司，就是为了准备这一天。他带走所有技术骨干和所有的算法，就是为了搞垮公司，让自己独立出去单干。你看，这是他成立旷视科技的新闻。他前脚带走所有的技术骨干，后脚就成立了公司。他是为了挖你的墙角啊！你现在还觉得他是爱你吗？心甘情愿的替你坐牢吗？沈一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不过你也不必担心，国际顶尖科技峰会即将举行，有着 AI 界宗师称号的陈星也会参加。只要我们把他请到我们公司，那么沈一晨带走的这些技术骨干就不足为惧。那可是 AI 界的传奇人物，隐退5年突然出现，多少科技巨头抢着要，我们拿什么去争？好巧啊 ！MIT 智能实验室负责人王教授，他正是陈星的师兄，刚好我跟他认识，他在中间牵线搭桥，那么我们一定能请到陈星。希望如此。王教授引荐陈星大师的事，可就拜托您了。好说好说。我听说陈星大神这5年一直在隐退，直到最近才有复出的消息，也不知道这5年他去干什么了。还不是因为他女朋友一家，把事业都放弃了。3年前更是连人都找不到。我也是最近才找到的他。陈星大神的行踪可真是隐秘啊！这次要是没有您的牵线啊，我们肯定没有机会结识他。对，我得感谢一下你。哈哈，都是小事儿，不值一提。王教授，啊，我有朋友在叫我，先失陪一下。好。一晨哥，于西，难道你忘了沈一晨撬走整个研发部，让我们公司瘫痪的事了？说不定他这次来的目的啊，也是为了和我们抢陈星大神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也要？哎呀，是不是一个目的？试探一下就知道。一晨哥，你也来参加今天的科技大会啊？怎么，科技峰会只有你们能来，我们不能来吗？你们刚成立的小破公司，该不会也是来抢陈星大神的吧？不可以。就凭你们，靠什么？死皮赖脸啊！挖走了苏氏整个技术部门。挖人，穆总可真是会颠倒黑白呀！那些技术骨干可是自愿辞职跟着一晨走的，不像跟着某些人，可能职业生涯就毁了。你少在这污蔑！污蔑你，我怕脏了我自己的嘴。只要你在苏氏一天，陈星大神就不可能和苏氏合作。真被我猜中了，你们呀，就是奔着陈星来的。难不成你们见过陈星了？见没见过重要吗？有些人就算站在你面前，你们也认不出来。一晨哥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念往日的情分吗？也要赶尽杀绝是吗？公司现在……我说苏总，谁不知道陈星大神的名气？在场的又不止我们一家公司，别说的好像我们不给你们留活路一样。更何况穆总不是自信满满的看不起我们旷视科技吗？还怕我们和你们抢？我当然不是惧怕你的意思，我是瞧不起你呀，沈一晨。当初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，现在呢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只是正常商业竞争罢了。一晨哥，你真要这么对我吗？苏云溪，
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哥了，我现在是有老婆，我怕他会误会。好，沈一晨，给我记住。沈一晨啊，你好大的威严啊！你攀上了林家这个高枝，现在啊，说话的口气都变硬了。还有林小姐，我警告你啊，劝你一句，看好你这位好丈夫。当初啊，他可是为了30%的股份，连替人坐牢这种事儿都能办出来。穆总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毕竟苏氏整个技术团队集体跳槽，你可是功不可没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沐风是什么样，我最清楚不过了，就不劳烦林小姐操心了。我呢，还是劝你们赶快离场。你们是强迫我们苏氏，诚心大神，我们势在必得。苏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口气大得很呢，连陈星大神的面都没见过，就说要定了。您怕是还不知道吧？王教授刚刚给我发了信息，说陈星大神啊同意跟我们见面了。看到了吗？你们是竞争不过我们苏氏的，那些跳槽的员工连诚心大神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只要我们有了诚心大神，那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行业的顶尖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抱歉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刚刚呢确认了一下陈星的行程。哎呀，王教授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能见到陈星大神是我们莫大的荣幸。对啊，王教授，我们苏氏啊对诚心大神一直仰慕已久，要是此次能够合作上的话，那一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哎，奕晨，奕晨，原来你已经到了。师兄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我刚刚还给你发过消息，要介绍给你我的合作伙伴认识。好啊。王教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沈一晨？当然了，他是我师弟啊，对，是我最得意的师弟 ，MIT 人工智能领域的骄傲。对了，就是你们一直想结识的那位陈星大神。你说什么？沈一晨是陈星大神？不可能啊！一晨哥怎么会是？王教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沈一晨他明明……穆先生，你是在质疑我？一晨15岁的时候就被特招进入了 MIT，20岁的时候就能开发出颠覆性的 AI 算法。要不是他5年前突然隐退，现在 AI 领域的格局将完全不同。他隐退是为了谁？某些人心里最清楚。哎，一晨，话说回来，你这5年到底去哪儿了？3年前你突然消失，连导师都找不到你。我为了一些私事。什么私事？他是为了替某些人顶罪，在监狱里待了3年，而某些人却把他的牺牲当成是作奸犯科，嫌弃的一脚踢开。不是这样的，一晨哥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是什么诚心大神。苏小姐，什么身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从未信任过我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的要爱我一辈子的吗？怎么现在就去别的女人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你替我去坐的牢？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沈一晨，你个混蛋！你把我当成傻子，我找了那么久的真心，居然就在我身边。你凭什么？凭什么替我坐牢？凭什么隐瞒真相？现在又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如果当初我知道
熙，你别喝了，你为了一个沈一晨，你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把酒还给我！云溪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只是碍于我的身份没有表白。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才不要你，我只要我的一晨哥。你眼里只有沈一晨啊！他已经结婚了，他不要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谎！我的一晨哥不会不要我的，不会的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一晨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回来好不好？一晨哥，谢。一晨哥，是你回来找我了吗？是啊，我来找你了，林夕。以后就只有我们两个，好不好？一晨哥，那你不要那个雷清河了，对不对？我谁也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你没有骗我，你说你没有骗我。没有，我这一辈子只爱你。滚开！你不是一晨哥，一晨哥，他从来不会喷香水的。你个骗子，你不是一晨哥。苏云溪，沈一晨已经结婚了，他不要你了，你醒醒吧！你滚开！你个骗子，他不会不要我的，我才不会信你这个骗子的话。你滚！苏云溪，你别后悔啊！好。清河，瘦肉100克，蘑菇50克，然后再放在做什么好吃的？我在给你熬皮蛋瘦肉粥啊，你不是最爱喝这个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口味啊？大学里我好歹也追了你4年，每年一次表白，怎么也要把你的喜好研究得明明白白呀。你快说呀，一晨哥他最喜欢什么，最讨厌什么？一晨最喜欢是皮蛋瘦肉粥，但是最讨厌嘛是胡萝卜。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吗？其他呀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宋学长，麻烦你再帮我仔细观察观察。我说林大校话，一晨他有女朋友的，他不会分手的。那将来的事谁知道呢？万一以后我有机会呢？一晨，你想什么呢？没想到我的喜好你竟然记了这么多年。你的喜好我怎么会忘呢？快去洗漱吧，我们准备吃饭了。我知道你不能吃辣椒，所以这里所有的菜我都没有放辣椒。清河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吃辣椒？那当然，你上学的时候就不能吃辣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啊。真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吗？来，能够促成和东德的合作啊，你居功甚伟。沐风啊，你多吃点啊，这一桌子啊都是你爱吃的菜。都是我喜欢吃的，谢谢你云溪。来，
沈哥怎么不吃啊？哎呀，来，多吃点儿，别客气。沈哥，你好像对我促成东德的合作不太高兴啊？沈一晨，你怎么这么扫兴啊？好好的一个庆功宴，气氛全被你破坏掉了。你好歹吃几口啊！我吃不了辣椒，我对辣椒……沈哥，如果说你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话，没戏，算了，这顿饭我还是不吃了吧。一晨哥，你怎么回事？好。沈哥，多吃点儿，别客气啊！来，吃一块虾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只有在意的人才知道。谢谢你，清河。快吃饭吧。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？快给我起来！爸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要睡觉。你还睡到什么时候？醉生梦死吗？你看你的样子，没有沈一晨，难道你就不活了吗？可是我好想他呀，他怎么就不要我了呢？我当初是怎么劝你的？要你好好珍惜他，你就是不听，你满满的自信呢。现在后悔又晚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最首要的就是解决公司的危机。公司怎么了？上次和东德合作，机密泄露了。东德不但要求取消合作，还要我们按照协约赔款10亿呀！什么？这么严重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马上去公司处理这件事情，尽量挽回损失。我知道了。和东德的合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统筹处理吗？苏总啊，我尽力了。东德这次铁了心让咱们按照合约赔款的。账上的流动资金本来就不够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如果账上的流动资金不够的话，他们要苏氏25%的股份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转头跟林氏合作。你说什么？没办法，好话说尽了，东德他就是不松口啊。泄露机密的人查到了吗？都到这个趋势了，谁泄露机密那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你有切实的证据吗？苏总，这根本不需要证据。怎么就不需要证据？当初我就主张说报警，是你非要说如果东德知道了会取消合作。我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你处理，结果呢？东德还是事先知道了消息，依然要跟我们取消合作。现在还要我们10亿的赔偿款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尽力了。除非啊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现在去求沈一晨，说不定啊，他有办法。求沈一晨？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吗？苏总，您真的要去求沈一晨吗？没别的办法了，苏氏不能倒在我手里。一晨哥，苏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一晨哥，我们苏氏遇到了点麻烦。之前东德合作的那个项目，因为机密泄露的事情，他们现在要我们赔偿10亿的赔偿金，还有20%的股份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一晨哥，我知道你有那个能力，
只要你能劝说东德，让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或者你借我10个亿周转周转。苏小姐，这是来求人了。林小姐，这是我和奕晨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奕晨现在是我的老公，他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一半，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？苏小姐，商场如战场，这个道理你是懂的。东德的事，我爱莫能助。奕晨哥，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苏轼可是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。奕晨已经不欠你们家的恩情，你们当初把他像垃圾一样踢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奕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。苏云溪，当你听信沐风话的时候，把我踩在泥潭里，你我的情分早就断了。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你就这么想看着我去死啊？苏小姐，请慎言，我们可没有逼你，这件事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，东德的人还真和我们联系了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们事先设好的局。苏云溪，我没你那么下作。商业竞争，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，沈奕晨，我这么低三下四的来求你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苏云溪，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。奕晨对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。况且东德的橄榄枝我们已经拒绝了，根本不存在给你设局的可能。奕晨哥，你真的不愿意再帮我一次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。好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敌人了。苏总，我们查清楚东德这件事是谁在背后捣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后悔了？不，我只是希望在冲动之下，不要做出极端之事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也是他自找的。别想了，董事会还在等我们呢。苏总，东德集团代表到了。沐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东德集团刚刚下了最后的通牒，要你现在签字转让苏氏集团20%的股份，要么按照赔款协议赔偿10亿损失。咱们公司呢现在资金流动不足，所以签字吧。就不能多宽限一段时间吗？等公司流动资金充足的时候。苏总，我们的合作商已经解约一半了，现在哪还有充足资金回笼供你周转呢？现在你只剩下这一条，那就是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合同。苏小姐，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如果你拒绝签字，明天我们就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到时候苏氏集团的股价就会暴跌，银行也会抽贷，你父亲的心血可就全毁了。你早就知道会这样，是不是？签字吧，省得变得更尴尬。当初和东德签合作协议的时候，就是你鼓动我签下了这条对赌协议，所以真正的先例者是你，对不对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我不会承认的。我
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证据了。那天只有你、我还有沈一晨，我一直都在怀疑沈一晨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不报，好歹你不报啊！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？要怪就怪你太天真啊！我说什么你信什么。你和东的勾结，一起来跟我，所以这一切一开始就是你做的局，是不是？你还不算太蠢。签字吧，商场如战场，胜者为王。不报，你这么做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对得起你的人有好下场吗？沈一晨对得起你，他替你打理公司，替你坐牢啊！你闭嘴！别说了。怎么，伤心了？装什么心痛啊？闭嘴！你没有资格跟我提的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！白白浪费了沈一晨这么好的资源。穆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办正事要紧。签字吧，我的苏大小姐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满意了。不过呀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我都已经签了字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张秘书，你现在可以进来了。苏总，董事会的临时会议已经召开完毕，根据最新决议，已经解除你执行总裁的职务。这是解职通知书，请您过目。好啊，好得很呐！我身边的人，一个个都可以这么轻而易举的来背叛我。苏云溪，要怪就怪你自己蠢啊！通知各部门主管，半小时后召开全体会议。好的，穆总，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找人啊，给我收拾一下总裁办公室，我受不了前任留下的任何痕迹。我给你1个小时，收拾好你所有的私人物品，保安会监督你离开。来，张总喝，穆总来，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哎，不过穆总啊，你也是够心狠手辣的，连自己追求过的女人都算计的这么彻底啊！谁让他不识抬举？老子追了他3年，他非得看上那个劳改犯。他这就叫自作自受。对，自作自受。喝。孙兴，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犯罪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但是你算计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商量。你先放开我。你很喜欢往自己身上倒咖啡啊？什么？我刚泡的10杯咖啡，还滚烫着呢。孙兴，你要干什么？苏月姐，你这个疯女人！看来你没喝够啊！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！我想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当初你骗我签下对赌协议的时候，可没有说过误会啊！孙熙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你以为你这么报复我，就能得到一切吗？你太天真了！
谁说我要拿回你钱啊？是你太天真了。孙熙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商场如战场，胜者为王。等等，我感觉我们俩可以重新谈条件，你的所有钱、股份，我都可以还给你。哼！这就是你背叛我应有的下场！我告诉你，我要让你在轮椅上当你这个执行总裁。孙熙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就是相信了你，让我失去了一切，还让我失去了一成。我好好享受你的轮椅生活呢。啊！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？苏云熙绑架了沐风，把他的腿打成了粉碎性骨折，再也不能站立。苏云熙现在被拘押了，估计要被判刑。他还是走了那条最极端的路。你后悔了吗？他当时过来求你的时候，清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和选择，那是他们的人生，我们无权干涉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你。